人们常常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他们喜欢制作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图表，用五颜六色的文字来包装，然后美其名曰资产配置。他们会告诉你需要持有60%的股票，30%的债券，再加上10%的现金。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在伯克希尔，我们从来不关注这些分类，我们不会在会议室里开会讨论。今年股票的比例要占20%，房地产占15%，剩下的5%就买咨询公司推销的那些新奇玩意儿吧。我们唯一关注的是机会，仅此而已。如果某项资产的价格明显低于它的价值，我们就买入；如果价格没有被低估，我们就耐心等待。这就是我们理解的资产配置。现在的投资界总是追求一切看起来都很科学，他们拥有的模型、算法和风险管理框架，复杂程度甚至能让火箭科学家都感到汗颜。然而，这些看似精妙的设计，往往只能带来平庸的回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关注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内在的本质。他们追求的是投资组合看起来多元化，而不是真正具有投资智慧。我们与这个投资世界格格不入，对此我感到非常庆幸。我和沃伦一直都不赞同这种基于资产类别的思考方式，它会限制我们的思路。真正的投资机会从来不会关心自己被贴上股票、债券还是私募股权的标签，它要么是划算的，要么是不划算的。我经常说，如果一件事本身就不值得去做，那么它就根本不值得去做。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谓的资产配置就属于这一类。这只不过是一种仪式，一种为了寻求安全感而不是真正追求盈利的行为。每当我看到基金经理因为模型的要求而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时，我总是忍不住想笑。这就像看着有人在泰坦尼克号上重新摆放甲板上的椅子，却声称这是在进行风险管理。他们用百分比来思考问题，而我们则以价值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正是实际行动和真正智慧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不愿意让寻找投资机会的过程受到人为规则的限制。这个世界根本不会在意你的电子表格里的资产分类体系，它只会眷顾那些能够在任何地方识别出被错误定价资产的敏锐眼光。大多数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一点是，有时候所有的资产类别看起来都很糟糕。当股票估值过高，债券收益率接近于零，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的时候，如果你的模型强迫你同时持有所有这些资产，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将愚蠢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行为。在这样的时刻，正确的配置或许是100%的耐心。你只需要持有现金，静静等待其他人把他们的资金耗尽。在伯克希尔，我们经常被华尔街的标准视为异类。有时候，我们80%的资金都集中投资于少数几只股票。有时候，当垃圾债券的价格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时，我们会疯狂地买入。我们不在乎表面上是否光鲜亮丽，我们只关注实际的回报。如果垃圾债券市场的这种非理性状态再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单一的资产类别中投入高达300亿美元。我们并非偏爱垃圾债券，而是因为当时的价格是合理的。这正是大多数投资者忽略的关键。投资并不在于无所不包，
关键在于在正确的时间持有正确的资产。盲目的跟风永远无法构建一个成功的投资组合，因为跟风者永远是迟到的。他们将无知地分散投资，而不是将资金集中在他们真正了解的领域，却称之为谨慎。这不是谨慎，而是恐惧伪装成的纪律。几十年来，我一直目睹着这种荒谬的现象。金融行业偏爱复杂性，因为复杂性能够带来更高的手续费。但投资的真谛在于识别并避开那些应该避开的东西。如果某样东西的估值过高，就不要买入。即使你的模型显示你严重低配了这类资产，如果一个投资标的既便宜又容易理解，那就大胆的买入。即使这打破了所谓的资产配置规则，人们却忘记了巴菲特和我的目标从来不是显得聪明，我们的目标是赚钱。有趣的是，我们越是不在意遵循那些所谓的常规，我们长期的回报就越出色。这正是构建一个长盛投资组合的首要秘诀。停止崇拜那些资产分类体系，开始像一个企业主那样思考。因为一旦你开始遵循那些资产配置的框架，你的思维就已经被机器所控制了。没有任何机器、顾问或算法能够超越一个拥有严格纪律的人类判断，那种懂得何时行动、何时保持绝对沉默的判断。让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不会拿别人的钱去冒险。在伯克希尔，我们几乎所有的净资产都和你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无论市场上涨还是下跌，这改变了一切。当自己的钱面临风险时，人们的行为方式会截然不同，思考会更加清晰，拒绝会更加果断。只有在胜算非常大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手。现代金融的大部分做法都与此背道而驰。那些管理着数十亿资产的人，即使遭遇亏损也能安然入睡。他们照样收取2%的管理费，仅仅因为他们露面了，而不是因为他们带来了盈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体系，但对投资者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如果亏损了，他们称之为波动；如果获得了微薄的利润，他们就称之为超额收益。无论盈亏，管理费照收不误。这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精心伪装的收费站。当你管理自己的钱时，你无法躲在这些术语的背后，你不能向自己推销各种解释，要么赚钱，要么亏钱。如果亏损了，痛苦是立刻就能感受到的，并且是切肤之痛。这正是投资界最害怕的责任制，也是大多数机构表现平庸的根源。经常有人问我，查理·伯克希尔的核心优势是什么？不是智商上的优势，而是利益的一致性。我们不靠频繁的交易收费，只根据实际的收益收取报酬。没有季度的业绩指标，不追逐基准指数。我们经营这家公司就像经营我们自己的企业一样，因为它确实属于我们，而这正是任何理性的投资者管理自己投资组合时应该有的态度。大多数基金经理的问题在于，他们身处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他们的目标不是实现财富的复利增长，而是持续地控制资产。资产在他们手中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富有。因此，他们追逐潮流，重新包装相同的理念，发明新的缩写词，并称之为策略。但剥去那些营销的包装，你会发现他们不过是在维持这个游戏的运转。当你自己承担风险时，
就能迅速看穿这些把戏。你不再在意表现的活跃或聪明，而是开始专注于避免亏损。我和涡轮从来没有鲁莽行事的资本。当我们犯错时，损失的是我们自身的净资产，而不是别人的钱。这让你保持谦逊，迫使你保持纪律、耐心和残酷的诚实。没有下个季度或许会好转这样的借口。只有2个问题：我们是否理性地配置了资本，还是在自欺欺人？多年前有个叫沃伦的家伙，你们大多数人应该知道这个名字，来问我关于再保险业务的事情。他打算收购一家他根本不懂的公司。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把这笔钱花掉，就必须退还给投资者，而他管理这些资金每年能获得2%的报酬，无论是否盈利，所以他才会去追逐那些他根本不懂的交易，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收取管理费的合理性。愚蠢正是这样被制度化的。当你赌上的是自己的财富时，所有的激励机制都会扭曲。你不需要规则手册，不需要顾问，你体内自带一套警报系统，那就是痛苦。这套警报系统比任何 MBA 课程都教得更快。当你赔掉自己的钱时，你才真正学到教训。当你赔掉别人的钱时，你只会学会如何写解释信。正因如此，我始终对杠杆心存戒备，尤其当它落入那些没有切身利益的人手中时。杠杆会将微小的失误放大成重大的灾难。它永远偏爱那些傲慢自大的人。在伯克希尔，我们始终小心谨慎。我们绝不会为了短期的显得聪明而去冒险承受永久性的资本损失。我们宁愿偶尔显得乏味，也不愿偶尔破产。人们以为投资中的勇气意味着孤注一掷的豪赌，并非如此。真正的勇气在于当其他人都在做傻事的时候，你能够坚持正确的道路。当所有人都变得躁动不安的时候，你能够保持耐心。只有当你的激励机制是纯粹的时候，你才能做到这一点。当你的潜在收益和潜在风险都是真实可感的时候，正因如此，我们从未羡慕过对冲基金经理。如果收取2%的管理费加上20%的业绩分成，他们本可以赚取数十亿美元，但这将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商业模式之上。我们选择了更艰难的道路，全权负责。我们与我们的股东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当他人资金构筑的安全网消失的时候，奇迹便会发生。你的标准会提高，决策质量也会随之提高。失误带来的刺痛恰到好处，让你下次会更加明智。这就是利益相关机制的隐性优势，它所能教会你的东西远胜于成功带来的启示。所以，如果你想构建一个真正能够长期成功的投资组合，不要从市场出发，而要从自身出发，确保那些做出决策的人在犯错的时候会承担真实的代价，否则便没有学习，没有纪律，更没有诚信可言。每1美元都应该附带一份良知，而这份良知应当属于你。人们痴迷于分散投资这个词，它能带来安全感，让人看起来很睿智，但大多数时候它只会让人变得贫穷。这个理念听起来很高尚，别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于那些不懂得如何评估篮子的人来说，这确实是良言。但如果你真正懂得投资之道，分散投资恰恰是稀释收益的捷径。
伯克希尔从未信奉华尔街鼓吹的分散投资理论。我们坚信智慧的集中投资，持有平庸的企业不会保护你，只会确保你获得平庸的回报。真正的分散投资是精选少数几家卓越的企业，以合理的价格购入，并长期持有，这才是真正的分散投资。为什么？因为它分散了唯一真正重要的因素——思维的质量。人们经常问我，查理应该持有多少只股票？我的答案始终如一：尽你所能理解的数量。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数字很小，但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宁愿假装了解50家企业，也不愿真正理解3家。这就是共同基金存在的意义，让无人需要承担真正的责任。我们曾将伯克希尔的全部净资产投入股票市场，这绝非偶然，而是源于我们坚定的信念，而信念恰恰是当今大多数投资组合所缺失的要素。如果遇到估值极度低估的企业，我们会重仓买入，不是2%，不是5%，更不会拘泥于什么配置限额。我们会全力出击，因为机遇从来不会礼貌地敲门，只会咆哮而至。当他咆哮的时候，你最好做好行动的准备。人们以为分散投资能够降低风险，大错特错。它只能减轻愚蠢行为的后果，却无法替代对智慧的需求。如果你毫无头绪，就应该疯狂地分散投资，因为最大的风险是你自己。但如果你胸有成竹，分散投资便成了一种拐杖。当人们缺乏信念的时候，总喜欢躲在它的后面。在1980年那短短的1980秒里，我们目睹垃圾债券以荒谬的折价出售，它们被错误定价，看起来很糟糕，无人问津。这正是我们最喜欢的组合。于是我们向其中注入了数十亿美元。倘若那场市场疯狂持续得更久，我们的资产将从70亿美元飙升至300亿美元，并非因为我们迷恋垃圾债券，而是因为数学在向我们嘶吼。股票也是如此，价值有时隐藏在市场最乏味的角落。当所有人都逃离的时候，我们却带着购物清单走了进去。这才是真正的分散投资，不是将资金摊薄，而是将关注力投向真正有价值的机遇。如果一个东西物美价廉，它就是物美价廉。我们不在乎它被冠以债券、股票或企业的名号，我们不让术语束缚我们的智慧。世人热衷于给事物贴标签，我们则喜欢打破标签，紧紧抓住现金。投资组合不需要看起来漂亮，只需要管用。我们曾有过长达数年的时间，80%的资产仅集中于少数几家美国企业。世人称其风险极高，但对我们而言，不持有这些企业才是真正的风险。即便可口可乐或美国运通崩溃了，也没关系，我们会和他们一起亏损，但我们始终清楚自己持有的是什么。我们深知胜算倾向于我们这一边，这不是风险，而是明智之举。现代金融界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痴迷于相对业绩表现。有人宣称本季度我们跑赢了标普 0.3%， 我对此毫不在意。如果你连自己持有的股票都不了解，跑赢基准毫无意义。这如同炫耀自己超车时比邻车更快，却浑然不觉自己正驶向悬崖。我们的姑母们从不持有债券、大宗商品或房地产，只投资股票。
数年后，他们又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这不是前后矛盾，而是灵活应变。我们追随价值的踪迹，正因如此，我们拒绝被预测，从而保护自己。市场只能利用它对你的认知来对付你。如果你始终如一地按照某种模式行动，最终将被市场吞噬殆尽。人们以为投资组合的成功源于精妙的资产配置模型，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成功源于持有者拒绝随波逐流的勇气。我们从未需要顾问来指点我们的投资方向，我们只是静静等待那些令人震惊的低价出现，一旦出现便果断出手。这就是我们打造伯克希尔的方式，不是通过完美的平衡，而是通过果断的失衡。当某件事显然值得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大胆地押注；当它不值得的时候，我们就按兵不动。这种节奏，行动与静止，才是真正的艺术。我见过那些完美分散投资的投资者，他们什么都买，什么都不懂，几乎赚不到钱。他们看起来很安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平庸。避开波动性并不能让你致富，致富之道在于规避愚蠢。规避愚蠢需要依靠独立思考，而不是遵循公式。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谈论分散投资组合的时候，他们真正想说的是，我不信任自己。这无可厚非，大多数人本来就不应该信任自己，但不要把他们的不安误认为智慧。真正的分散投资不在于持有大量的资产，而在于基于正确的理由，在恰当的时间持有正确的标的。这才是构建一个长胜投资组合的真正方法。成功的关键不在于资产配置的均衡，而在于清晰的认知、坚定的信念和耐心的持有。大多数人都坐不住，这既是投资上的难题，也是人生的通病。他们坚信行动总比不行动要好。华尔街最喜欢这种错觉，因为每次你进行交易，总有人能从中赚取佣金，但行动并不等于进步。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那不过是伪装成智慧的噪音。在伯克希尔，我们通过做他人眼中不可能的事情，什么都不做，赚取了数十亿美元。当没有好的机会出现时，我们就等待；当价格毫无道理时，我们就等待；当所有人都为了显得忙碌而买入时，我们就去散步。而你知道吗？这往往是你所能做的最有利可图的事情。当我宣称耐心是一种超能力时，人们会嘲笑，但确实如此。股市本质上是一台从急躁的人手中向耐心的人手中转移财富的机器，你知道吗？这往往是最有利可图的选择。当我宣称耐心是一种超能力时，人们常嗤之以鼻，但事实确实如此。股市本质上是台从急躁者向耐心者转移财富的机器。我毕生都在见证这个过程。霍华德·马克思曾做过一件令我钦佩的事。当投资机会消失时，他将资金退还给客户。他说，眼下无良机可循，这实属罕见。多数基金经理宁可继续收取管理费，假装追求超额收益，实则追逐平庸。霍华德展现了真正的职业操守。当再无明智之举可为时，他果断停手。这才是正确的行为，却并非寻常之举。要知道，整个体系是建立在波动之上的，人们因行动而非判断而获利。对华尔街大多数人而言，无所作为如同失败，与我们
不过是寻常的周二。我常言，不必挥棒迎击每个投球，只需静待肥球来袭，那种能击出全垒打的球，这才是真正赚钱之道，并非靠频繁交易，而在于耐心等待，耐心加准备方能创造机遇，急躁则招致悔恨。人们无法忍受现金闲置，仿佛现金是某种指控，你不够聪明来投资它。于是他们开始将资金硬塞进糟糕的投资，这就是大多数投资组合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无聊。当没有值得买的东西时，现金不是负担，它是选择，它赋予你灵活性、清晰度和时间，它让你得以静待世界再度陷入愚昧。相信我，这永远会发生。你无法想象多少财富因有人按捺不住按下交易键而化为乌有。他们目睹他人快速获利，便想着我也要行动，而这行动往往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教训的开端。我们已看过这部电影无数次，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在房地产狂热中，在加密货币疯狂里，人人都以为无所作为意味着错失良机，但当尘埃落定，他们才发现我们错过的只有损失。在那些时期，我们的静默看似高明，实则不然，那只是纪律。致富无需天赋异禀，你需要的只是耐心和抵御愚蠢的能力。大多数时候，这意味着完全无所作为，这很难，因为世界总在催促你保持活跃。财经频道需要动态填充播出时段，经纪人需要动态赚取佣金，你的虚荣心需要动态感受活着，但你的投资组合，它只需要你闭嘴等待。我常开玩笑说，投资的秘诀是一把舒适的椅子和断掉的网络连接，因为你越少关注，就越少坐立不安，而你越少躁动，回报就越丰厚。谨记，无为绝非优柔寡断，前者源于惰性，后者源于自律。明辨行动与静观的时机，正是专业投资者与投机者的分水岭。在伯克希尔，当无事可为时，我们静坐沉思；而当世界陷入疯狂时，我们迅捷出手。这种节奏，漫长的静默之后迸发强烈的信念，正是复利效应在现实中的写照。大多数人永远无法掌握这种节奏，他们将无聊误认为机遇，以为目标是永不缺席。但真相是，你并非通过参与每局牌局获胜，胜者在于弃掉99手牌，只在关键那一局豪赌。耐心是伪装成智慧的情绪纪律，甘愿今日显得愚钝，只为明日赢得正确。若能掌握此道，你将击败绝大多数人，因为多数人宁愿显得聪明，也不愿真正富有。故此，我的忠告是，别急着行动，静坐沉思，静待他人追逐刺激，只需守候那个胜率倾斜到无可辩驳的时刻，那便是制胜秘诀。不要贸然行动，静坐沉思，静待时机，任人追逐浮光掠影。你只需守候胜算天平彻底倾斜的时刻，那必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便是奥秘所在，也是我们打造伯克希尔的法门，并非追逐每个机会，而是让错误的选择在冷落中消亡。若想理解为何众多聪明人总在金钱上做出愚蠢决定，只需审视他们的激励机制，答案永远显而易见。现代投资界充斥着靠装忙谋生的群体，他们并非因智慧获赏，而是因活跃度受酬。
无论盈亏皆能领薪。这并非资本主义，而是精巧的收费机制。几年前，某位名叫沃伦的知名基金经理坦言考虑收购保险公司，并非出于专业理解，而是迫于资金消耗压力，其基金即将步入投资周期尾声。若未能及时购入资产，他将被迫归还客户闲置资金，这意味着2%的管理费将中断。于是他开始审视陌生领域，强行将资金塞入陌生企业，不尽快买点什么，就得把没花完的现金退还给客户。这意味着2%的管理费将停止收取。于是他开始研究那些不了解的业务，只为把钱塞进任何东西，只为继续收取费用。这就是当你靠部署资本而非让资本增值来赚钱时会发生的事。我和沃伦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经营伯克希尔，我们既承担下行风险，也享有上行收益。我们不会因盈利获得绩效奖金，也不会因亏损免除管理费。唯有股东致富，我们方能致富。这让我们始终保持诚信。试着在华尔街寻找这种态度吧，这比谦逊更稀缺。按小时计酬的人永远不会高效完成工作，按资产管理收费的人永远不会承认机会已逝。这正是资产管理行业的先天缺陷，它奖励行动而非成果。最大的讽刺在于，投资者以为自己在购买智慧，实则买下的不过是忙碌。每笔交易，每次再平衡，每个新点子都在喂养同一台机器。费用机器，业内称之为增值，我却视其为减值。我敬佩的霍华德·马克思曾做出多数经理人绝不敢为之事。当其基金耗尽优质机会，他停止募集新资金，并向部分客户返还资本，这才是道德行为。但此举极其罕见，多数人宁可发明新产品，也不愿承认旧产品失效。他们会将平庸重新包装，冠以创新之名，继续收取2.2%的管理费。华尔街是唯一将失败包装成战略的地方。在伯克希尔，我们见识过另一种选择。我们不为维持存在感而追逐交易，不为显得活跃而购买垃圾资产。若无明智之举，我们甘愿等待数年。有人问，难道不担心业绩落后吗？其实不然。相较于愚蠢的决策，业绩落后根本不足挂齿。现代金融体系的架构本身就在诱导人们做错事，基金亏损却仍满仓运作，无人因此被解雇。若有人持有现金等待机会，便会被贴上懒惰的标签。于是，即便音乐早已停歇，众人仍在继续起舞。这与1999年科技泡沫、2008年信贷危机以及近年加密货币狂欢背后的心理机制如出一辙。人们心知肚明，却不愿阻断佣金流。我和沃伦实属幸运，我们没有客户会因恐慌而赎回资金，没有季度业绩考核，持有现金也不会招致解雇。这份自由让我们得以清晰思考，而清晰思考正是当今最稀缺的技能。我们没有客户会恐慌性赎回资金，我们没有季度绩效考核，我们不会因持有现金而被解雇。这份自由让我们能保持清醒思考，而清晰思考正是这个行业最稀缺的技能。当你消除扭曲的激励机制时，90%的愚蠢行为便不复存在。每隔几年，总会有人带着听起来很棒的方案来找我。这些方案总是用一些时髦的词汇包装着，
比如增长、机遇、颠覆性、战略性和契合度。但我早就明白这些词的真正含义，他们其实都在说，我想看起来很忙。赚钱并不需要装作聪明，你只需要避免做蠢事，而最容易犯蠢的方式就是激励机制和实际情况脱节。当你通过管理资产来赚钱时，你永远希望有更多的资产。当你根据业绩获得报酬时，你就会去追求那些数字。只有当你因为谨慎行事而得到奖励时，你才会真正开始冷静地思考。我曾经说过，给我看你的激励机制，我就能预测结果。这是我领悟到的最真实的道理。给一个人一把锤子，他看什么都像钉子；给基金经理10亿美元，他看什么都像是值得买入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简单地复制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就想获得和我们一样的业绩。你必须复制我们的架构。我们的体系旨在奖励理性的行为，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人为设定的期限，也没有与短期波动挂钩的奖金。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等待数十年，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一旦时机来临，就全力出击。如果我们的激励机制错了，那我们不过是另一家自负的对冲基金而已。所以，如果你想构建一个真正能够成功的投资组合，首先要调整你的激励机制，确保你不是因为频繁交易而获利，确保你的报酬只与真实的业绩挂钩。因为如果只是为了转移资金而获得报酬，你将永远不会停止，最终会将资金投入深渊。这个世界不需要更聪明的投资者，它需要更诚实的投资者，而诚信就从激励机制开始。如果你曾经好奇伯克希尔为什么能够几十年都保持成功，那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让愚蠢行为无法获利的体系。朋友，这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优势。大多数人只在股票令人兴奋，成为新闻头条，价格飞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时候才对它感兴趣，但那正是你应该保持谨慎的时候。而当市场平静、沉闷、令人沮丧、被人遗忘的时候，真正的财富才正在悄然孕育。我见过无数次这样的循环。每个时代，投资者都在追逐刺激，逃避沉闷，但市场奖励的恰恰相反。当大家都欣喜若狂的时候，机会就消失了；当大家都感到绝望的时候，机会反而会涌现出来。关键在于训练你的情绪，使其与你的本能背道而驰。这并不容易，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沃伦曾经说过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如果你一辈子都需要购买食品杂货，你自然希望食品价格下跌而不是上涨。那么投资也是如此，我们是生产性资产的长期买家，在持续积累资产的时候，谁会希望价格上涨呢？然而每当股价下跌，世界就好像陷入了恐慌，仿佛价格下跌是一种宇宙级的不公。我经历过无数看似暗淡的岁月，经济衰退、战争、通货膨胀、泡沫破灭。每当人们预言繁荣的终结，每当耐心的投资者在余波中悄然致富的时候，如果市场变得更便宜，伯克希尔的机会反而会更多，而不是更少。我们从不害怕市场低迷，反而把它看作是清仓大甩卖。这正是世人误解的地方，他们以为财富来源于预测市场走势，事实并非如此。
我和沃伦从未花5分钟去预测明年的股票走势，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别人也一样。我们只是等待世界把超值的资产摆在我们面前，一旦出现就果断行动。1972年中期，市场一片狼藉，你只需要一辆二手车的价格就能买到世界级的企业。那时没有人想要它们，人们质疑为什么买入股票，经济正陷入混乱，但这恰恰是我们出手的机会。我们并非试图预测复苏的时机，而是毫不犹豫地买入那些在我们眼前显而易见的价值标的。我记得那些悲观情绪弥漫的岁月，人们甚至不再询问股票行情。那时你就知道，市场再次变得肥沃了，因为市场的复苏远早于乐观情绪的回归。等到大家都重拾信心的时候，超值的机会早就消失了。当你在寂静、丑陋或恐惧的时刻买入，你不仅能获得更优惠的价格，更能培养更好的投资行为。没有人会煽动你，没有人会告诉你该买什么。喧嚣散去，你的大脑才能重新开始运转。此时清晰的思考才会真正回归。激动人心的市场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会诱使你抛弃自己的投资纪律。你开始相信故事而不是数字，你开始把热门的东西误认为安全，你忘记了基本面不会因为 CNBC 的报道而改变。世界不会把钱分给那些急躁的人，他只会奖励少数能够在大家躁动不安时保持冷静的人。等待固然枯燥，但无聊正是长期复利的沃土。我常说，如果追求刺激，就去拉斯维加斯；如果追求财富，就买入优质企业，并忽略市场的喧嚣。经常有人问我，查理，什么时候才是买入的好时机？我的答案是，当大家都厌倦谈论它的时候，当市场变得沉寂的时候，当你的经纪人都显得没精打采的时候，当人们宁愿讨论房地产、加密货币或郁金香的时候，那就是信号。因为价值往往隐藏在无人关注的地方，最难的是心理上的关卡。当价格下跌时，你在买入时会觉得自己很愚蠢；当价格上涨时，持有不动产的你反而会觉得自己很聪明。这就是情绪的陷阱，它会惩罚你的纪律性，奖励你的愚蠢。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能在股市中致富。我和沃伦从未在意大众的动向，我们买入时价格是合理的，抛售时价格已经失控，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静静的持有。因为时间是我们的朋友，复利不需要天才，只需要坚韧。你不必预测未来，只需要活得足够长久，让现实赶上价值。有趣的是，我们在感觉错误的时候买入赚的钱，反而比感觉正确的时候更多。当新闻头条宣称末日来临时，那往往是机会敲门最响亮的时候。而当头条高呼繁荣新时代来临时，危险就达到了顶峰。如果你想知道该怎么做，请反过来思考大众的情绪。当他们狂喜时，你应该保持怀疑；当他们恐惧时，你应该大胆行动；当他们感到无聊时，你应该保持冷静的自信。这并非为了与众不同而故意不同，这只是常识。市场总是在两个方向上过度波动，你的任务是平静地站在中间，大部分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在数学数据明确发出信号时才采取行动。所以记住这一点，真正的秘诀不在于择时入场，而在于忍受无聊。如果你能学会欣赏平静的市场，
你就会看到别人因为急躁而忽略的机会，在无聊的时候买入，在上涨的时候持有，在不明朗的时候等待坚持数十年，你最终会被视为天才，仅仅因为你从未做过愚蠢的事情。如果你深入研究我的一生，你会发现一个矛盾之处。我经常抱怨愚昧，却始终保持乐观。这并非虚伪，而是现实主义。我活得足够久，既经历过大萧条的深渊，也见证过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经济扩张。我领悟到一个简单的真理：压住美国的失败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始终是复利增长的奇迹。1790年，美国人口不足400万，欧洲有1亿，中国有2.9亿。我们没有真正的工业，没有财富，没有贵族阶层，政府也几乎不存在。200年后，这群农民和商人创造了全球约30%的 GDP。这并非因为我们更聪明或更富有，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奖励企业家精神、努力和乐观。如今，每隔几十年，总有人预言这个奇迹将终结。他们说债务激增，利率攀升，美元注定崩溃，文明即将瓦解。我听这些论调已经80年了。然而，历经经济衰退、战争、通货膨胀以及各种难以想象的恐慌，这个国家始终在向前迈进。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从未跌倒，我们确实屡屡失足，但复苏的能力堪称史无前例。我记得人们在1970年代惊慌失措，滞胀、石油危机、政治乱局不一而足。他们宣称美国已经走到了尽头，可到了1980年代，那些人就显得愚不可及。每一代人都在重演同样的故事。人们总是高估问题的严重性，低估这个体系的韧性。当然，我并非对我们的缺陷视而不见。我们确实做了很多蠢事，过度印钞，选出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把制造金融泡沫当作国家嗜好。但这台引擎总能继续运转，因为在喧嚣之下，创新、活力与雄心仍在跳动。人们依然每天早晨怀揣着建设、解决问题和诚实致富的愿望起身。正是这份信念维系着整个体系的运转。沃伦常说，我对美国持极度乐观态度。他说的没错，但我愿意补充一句，即使是乐观主义者也应该睁大眼睛。越乐观并非盲目，而是将现实主义延伸到数十年的长河，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头条新闻。我并非压注于每一项政策或每一位政客，而是压注于超越所有人的制度。有人曾问我，是否认为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我答道，在某些层面确实如此。在文化、道德、知识层面，我们或许正处于伟大文明的巅峰或接近巅峰。我并不期待每个维度都持续进步，但在经济层面，我依然看好我们的前景。我们拥有法治，我们拥有创新精神，我们拥有失败后重新站起来的自由，我们还拥有资本主义。尽管它存在种种缺陷，仍然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佳引擎。沃伦和我毕生的财富积累都建立在同一个信念之上。当人类的创造力得到正确的激励时，它永远能够战胜悲观主义，并非因为人类完美，而是因为他们永不放弃。我见过人们因为压住末日而摧毁了自己的财务未来，他们沉溺于过多的负面新闻，自我催眠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继而躲进现金或黄金的堡垒长达30年。他们自以为审慎行事，实则错失了复利增长的机会。投资不需要盲目乐观，只需要理性地坚信世界永不停步地解决难题。生产性资产终将战胜恐惧。每个时代都有其危机，大萧条、二战、越战、石油危机、科技泡沫、金融风暴、疫情肆虐。每当危机降临，人们总说这次不同，而每次事实都证明并非如此。细节在变，人性永恒，贪婪、恐惧、愚昧，这些永远不变，进步亦然。你不需要精通宏观经济就能赚钱，只需要谨记恐慌孕育价值。文明发展的长期轨迹始终是由上向上的，过去250年如此，未来250年亦将如此。即使前路看似崎岖，事态会恶化吗？当然可能。生物武器恐袭足以颠覆一切，权力过大的政府可能摧毁繁荣，风险始终存在，但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瘫痪，而是未雨绸缪。你不会因为风雨而停止生活，而是建造足以抵御风暴的坚固房屋。我从未相信逃避现实之道，我坚信理解世界，适应世界，让时间承担重任。如果你拥有优质企业，那些生产真实产品，创造实际价值，历经动荡仍屹立不倒的企业，你终将安然无恙。或许并非年年如此，但终其一生必然如此，绝无例外。大多数人在市场中失败，并非因为选错了股票，而是他们选错了世界观。他们认定万物都将覆灭，并据此行事。他们无法承受短期的阵痛，因而错失了长期的收益。所以，是的，我依然是个乐观主义者，虽然带着怀疑，但终究是乐观的。因为悲观看似睿智，而乐观才能创造财富。美国并非完美之地，但作为压住未来的舞台，我至今仍未找到更优的选择。正因如此，历经岁月洗礼，我依然坚守同一个简单的理念：压住进步，压住生产力，压住人类智慧，其余皆是噪音。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毕生的投资哲学，那就是耐心。不是智力，不是时机，甚至不是运气，唯有这份从容理性、不计时间的等待能力。大多数人已经无法等待任何事物，他们渴望速效、快速见效、快速赚钱、快速获得认可。正因如此，他们永远无法真正致富，因为真正的财富不会因为速度而增长，它需要时间的滋养，而时间只会眷顾那些在他人疯狂时仍能保持冷静的胸襟之人。我一生中至少经历过3次重大时期，当时世界仿佛淹没在轻松的财富之中，人人都贪婪成性，价格荒诞不经，而耐心的人显得愚不可及。1969年，沃伦关闭了他的合伙企业，仅仅因为找不到任何明智的投资机会。4年后，世界充斥着超值的投资标的。1998年，同样的情形再度上演。当时人人都自诩天才，仅仅因为科技股每周都在翻倍，直至现实敲响警钟，耐心才得以重现。几十年间，市场总是在遗忘相同的教训，资金最终将流向那些静待理性回归的人。耐心并非消极，而是一种主动的克制，它意味着明确你等待的目标与缘由，并拒绝行动，直到世界顺应你的意志，
这就是复利的运作方式，它不奖励行动，而奖励坚守。如果你仔细观察涡轮和我，你会发现我们大半时光都在静默、阅读、思考、等待。世人以为我们懒惰，但正是这份静默孕育着真正的成果。我们不预测未来，我们为未来做准备。当机遇终于降临，我们行动迅捷，仅仅因为我们已经等待了太久。在1970年那万众恐慌的时刻，我们手握现金与勇气买入。在2008年，当世人陷入瘫痪时，我们再次出手。这些并非天才的闪光，而是耐心结出的果实。当世界失去理智时，你只需要保持清醒，这就是耐心的艺术。讽刺的是，耐心看似简单，实践却难。它违背人性本能，大脑渴望行动，尤其是在压力之下，它天生就想做点什么。但在投资领域，行动往往是最大的敌人。我常说，成功的秘诀很简单，坐稳别动。这句话可以被广泛引用。年复一年，我目睹人们追逐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最终毁掉了自己。一个行之有效的稳健计划，进展虽然缓慢，但当别人看起来快速致富时，缓慢就变得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弃船而逃，过度交易，频繁换仓，追逐政策风向。他们称之为灵活应变，我称之为缺乏耐心。如果他们能够静待其变，结果自然会水到渠成。但急躁永远在掠夺未来。股市是品格的试炼场，而非智力的竞技场。它不奖励才智，只惩罚软弱。而金融领域最致命的弱点，正是无法保持静默。谈及复利效应时，人们总是聚焦于数学公式，但公式唯有在坚守航向的前提下才能生效。时间能够放大回报，但仅仅惠及那些放任时间运作的人。每一次恐慌性的决策，每一次抛售的时刻，都会将时钟重新设置。如果不断中断复利的过程，你将永远无缘见证其威力。这里有一个大多数投资者永远不会领悟的秘密：巨额财富不在买卖之中，而在于等待。当你发现真正卓越的事物，由诚信之人经营的优质企业，并以合理的价格入手，你的职责就是静坐于喧嚣之中，经历低谷，无视头条新闻，远离市场潮流。财富正是如此铸就。当世人纷扰时，耐心悄然过滤愚昧。当你强迫自己等待，错误自然会减少，而错误越少，其余的事情就越容易。大多数投资者不需要更多的投资点子，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等待。成功在旁人眼中宛如天才之举，但实际上大多是枯燥的年复一年，相同的习惯，相同的纪律，相同的投资哲学。当别人追逐刺激时，我们追求坚韧；当他们寻找市场趋势时，我们寻找永恒的价值。这正是交易者和所有者的区别。交易者对价格波动做出反应，而所有者回应的是企业的内在价值。耐心并非永远无所作为，而是等待行动真正具有意义的时刻。这如同射手严守纪律，直到瞄准完美的时机。当机会终于来临，便全力以赴。正因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每一次行动都饱含坚定的信念。财富由此诞生，不是靠10次机灵的投机，而是源于一次耐心的坚守。所以，如果你渴望打造一个永不失败的投资组合，
不要寻找什么魔法公式，而是像锻炼肌肉一样锤炼你的耐心。它并不光鲜亮丽，在鸡尾酒会上谈论它不会赢得任何赞叹，但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它将远远胜过所有曾经被创造出来的精妙策略。在投资领域，时间是你的盟友，而急躁是你的刽子手。市场将无休止地考验这两者。你的使命是超越市场的喧嚣，无视恐慌情绪，让复利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因为在漫长人生的终点，你将领悟到真相。投资最伟大的技巧并非智力超群，而是沉潜，这才是耐心真正的艺术。如果能够掌握它，你便无需依赖运气、预测或奇迹，你已经拥有了所需的一切。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越聪明，做出的决策反而可能越愚蠢。他们过度思考，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然后困惑于为什么会陷入困境。事实上，财富的根基在于简约，不是复杂性，不是优化，不是花哨的模型，只是常识，在漫长岁月里始终如一的实践。年轻的时候，我没有电脑，没有 Excel， 没有风险模拟，也没有分析师团队为我提供图表，我有的只是基本的算术能力和耐心。事实证明，这已经绰绰有余，因为大多数时候，复杂性不过是掩饰无知的手段。如果你真正理解某件事，就能用简单的方式解释它。如果无法简单说明，那说明你根本没有理解。看看沃伦，他用一些简单到可以写在信封背面的理念，创造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买入优质的企业，不要以过高的价格买入，并且永远持有，仅此而已。没有秘密的配方，只需要清晰的思考和顽强的纪律。人们总是问我一些高深的投资策略，他们想要技巧、捷径、秘密信号，但这些都不存在。致富不需要天才，你只需要避开愚蠢的行为，而这需要一颗简单的心，而不是一个复杂的头脑。当某件事合乎逻辑时，它应该瞬间触动你的内心。如果需要3张 PPT 幻灯片来论证，那很可能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最优的投资决策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需要说服，也不需要委员会的批准。如果你需要说服自己去投资，那很可能已经错了。我们已经把投资变成了一场智力马戏团。经济学家预测利率，量化团队建模波动率，评论员假装洞悉不可知的事情。与此同时，最优秀的投资者却在做着极其无趣的事情：阅读公司的年度报告，然后等待。讽刺的是，世界仍在奔流不息。经济学家预测利率，量化团队建模波动率，专家们假装洞悉不可知的事情。与此同时，最优秀的投资者却在做极其枯燥的事情：阅读公司的年度报告，然后等待。讽刺的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成功的法则却始终如一：支出少于收入，投资于你理解的领域，远离你不了解的，保持耐心，保持理性，这才是财富积累的95%。剩余的5%取决于运气和时间，但人们往往厌恶简单之道，因为它卖不出去。你不可能因为保持耐心和停止愚蠢行为而收取2%的管理费，因此华尔街必须将其复杂化。他们给简单之道换上新装，冠以创新的名义，
智能贝塔、风险对冲策略、另类投资工具，这些花哨的名称本质上仍然是老一套，买入资产，祈祷它升值。简单之道虽然不性感，却所向披靡。纵观历代富人，他们并非事事精通，而是将少数几个要诀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财富来源于重复，而不是创新。你不需要成为天才，只需要始终避免愚蠢。而这比听起来要难得多，因为愚蠢具有诱惑力，它总是伪装成精妙。有些投资者追逐复杂性，仅仅因为它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他们宁愿以华丽的方式失败，也不愿以平庸的方式成功。他们渴望在晚宴上显得与众不同，渴望使用不对称突性和制度转变这类术语。与此同时，沃伦和我却坐在那里问，这家公司的收入是否超过支出？分析就这么简单。现实世界并不复杂，优秀的企业就是那些能够创造超额收益，高效地将利润再投资，并且不需要天才来管理的那些。如果遇到这样的企业，立即买入；如果找不到，就耐心等待。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投资法则。大多数人失败的根源并非智力不足，而是缺乏简洁性。他们沉溺于市场的噪音之中，却将其称为洞见。但市场不会因为你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复仇，它只会为你的判断是否正确买单。而正确的判断并不需要复杂性，只需要清晰的思考。我始终钦佩那些思维简洁的人，富兰克林、艾萨克、牛顿，甚至爱因斯坦都曾说过，一切事物都应尽可能简单，但不要过于简单。这也是绝佳的投资建议。如果你的投资理念无法用一句话概括，那它很可能过于复杂而难以奏效。在伯克希尔，我们的成功源于坚持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则，不陷入债务陷阱，不做短线交易，不搞复杂的对冲操作，那些我们根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专注于清晰的事物，忽略其余的，因为困惑的代价非常高昂，清晰才能带来盈利。所以如果你想构建一个长胜的投资组合，请化繁为简，将你的思维反复锤炼，直到真相赤裸而无可辩驳。如果此时逻辑依然成立，那么你手中的很可能就是值得长期持有的标的。复杂令人惊叹，简洁方显卓越。目标不在于显得聪明，而在于保持富有。那些能够长期保持富有的人，总是将事物保持简单清晰，甚至近乎乏味。这正是投资的悖论。当你试图让它变得有趣时，很可能你就做错了。人们经常问我，伯克希尔、哈撒韦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们期待得到某种复杂的公式、模型，或者我们隐藏了几十年的神秘洞见。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没有魔法，没有捷径，没有复杂的电子表格技巧。真相简单的令人痛苦。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能够真正遵循。我们建造伯克希尔的方式，就像建造一栋坚固的房屋，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10年又10年，从不仓促，从不偷工减料。我们始终坚持做明智的事情，避开愚蠢的行为，然后让时间发挥复利效应，仅此而已。人们不喜欢这个答案，因为它听起来乏味的难以置信。他们渴望刺激，渴望天才，渴望那些能够佐证他们信念的故事。
成功必然充满了复杂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成功源于理性、纪律和耐心乘以时间，这就是伯克希尔之道。沃伦和我创业之初，并没有什么宏大的战略，我们不试图颠覆任何事物，只是专注于用现有的资金做出理性的决策。我们买入那些明显被低估的标的，避开我们不理解的领域，无视市场的噪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微弱的优势对简约的坚持，最终转化为巨大的竞争优势。我们的竞争对手总是在追逐下一个热门的概念，而我们却甘于持续经营那些陈旧、乏味但盈利丰厚的业务。他们不断地奔跑马拉松，绕着圈子疾驰，而我们只专注于笔直向前。50多年的岁月证明，缓慢而稳健的人最终会获胜。要知道，伯克希尔并非只是一家公司，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关于金钱、风险乃至人生的思考之道。它建立在永不过时的4大原则之上：理性，直面现实，如其所是，而不是如你所愿；处理事实，而不是情绪；诚信，如果无法信任合作对象，就不要合作；品格是最终的安全边际；耐心，静待绝佳的投球机会，无需频繁挥棒，只需精准击中，简约，让理念清晰到连孩子都能理解。如果达不到这种程度，行动就为时过早，其余的都是噪音。我们从不关注季度收益，不召开市场预测会议，不聘请顾问来灌输观点，也不雇佣顾问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想。我们阅读、思考、等待，这就是全部的操作手册。听起来很懒散，但这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懒散。当世界陷入疯狂，它确实经常如此。伯克希尔之道永不改变。繁荣时我们保持冷静，萧条时我们也保持冷静，因为两者都是暂时的，而价值才是永恒的。我们从不把全部身家压在宏观预测上，我们只寻找被低估的价值，在价值显现时果断出击，对其他一切置若罔闻。人们总以为我们精通所有领域，房地产、保险、银行、铁路、糖果、能源。我们并非专家，只是懂得识别卓越的能力和诚信的品格。我们买入由优秀人才经营的卓越企业，然后退居幕后。这也是另一个秘诀，大多数管理者终其一生都未能领悟。无需掌控一切，只需要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伯克希尔之道也意味着永远不要为了非必须之物而冒险现有的资产。这正是大多数人失足的地方。他们贪求更多，多一点回报，多一点杠杆，多一点刺激，而这多一点最终会毁掉他们。我们甘于缓慢致富，这造就了所有的不同。在投资领域，生存的价值常常被低估。如果能够足够长久地避免愚蠢的决策，成功几乎是必然会降临的。浮力就像重力，只要不被中断，它就会把你托举向上。因此我常说不，成功本就不该轻松。如果轻松，人人都能致富，但它确实简单。如果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伯克希尔之道不仅关乎财富，更关乎人生，造就伟大投资者的特质，同样也铸就伟大的人格：节制、诚实、谦逊，以及拒绝被嫉妒、恐惧或贪婪所驱使。我们不仅管理资本，更管理自我，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世人以为我们的传奇在于才智，实则不然，关键在于行为。纵观一生，行为终胜智力，纪律胜过机敏，稳健的节奏永远胜过速度。如果允许我最后献上一策，那就是不要试图复制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请效法其原则，因为投资组合终将更迭，而原则将永续增值。所以请记住，抛开资产类别，抛开市场预测，抛开追逐潮流，专注于真实的本质，保持理性，保持耐心，保持诚实。坚持这样做足够久，你终将发现我们所践行的建立在诚信与常识之上的投资组合是如何超越所有精妙的理论的。这就是伯克希尔之道，它不快，它不张扬，却终将胜出。如果你学会以这种方式思考，在艰难时等待，在平淡时买入，在显而易见时行动，并保持简单纯粹，你不仅能赚取财富，更能参透人生的真谛。